乌克兰无人机在袭俄军机场，多人死伤。俄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用无人机再次对位于俄乌边境几百公里外的俄罗斯恩格斯空军基地，也就是部署有战略轰炸机的基地进行了袭击。这是本月进行的第二次袭击。俄媒体报道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没有轰炸机在这次事件中受损。人员死亡是无人机被击落时的残骸造成的。随后，一名叫弗拉基米尔·卓尔金的俄罗斯记者声称，这次袭击共有5架图95被损毁，还造成了几十人死伤。按照塔斯赫的说法，俄军防空系统阻止了这场袭击，造成的死伤是7人。但是无人机残骸爆炸后又发生了火灾。综合上面的消息，这次乌克兰军队发起的又是一次成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目前还无法确认俄军的准确损失情况。据悉，这次执行袭击任务的无人机还是乌克兰用苏联时代老旧的图141无人侦察机改装的。图141是一种雷达反射截面积比较大的亚音速无人机，它能够低空飞行，最远可袭击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你可以把这种无人机理解为是一种非常落后的亚音速的飞行式导弹，个头巨大，爆炸威力也非常大。如果说乌克兰第一次用图141无人侦察机改装的巡飞弹袭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俄军没防护好机场是因为猝不及防。那么在1个月内被对手完成了2次远程袭击，那么俄军的防空部队的表现就存在很大问题了。从报道的情况可以看出来，俄军仅在机场附近使用了末端防空系统对图141进行了拦截。按理说，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攻击空中目标，不应该让图141无人机飞到机场上空才实施拦截。人们关注的地方是，俄罗斯军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会那么拉垮呢？首先，俄罗斯军队可能缺少具备良好下视能力的预警机。俄军现役最先进的预警机是 A50U， 该机号称能够探测到500公里以外的作战飞机，但它对低空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差。图141的巡航速度为每小时950到1100公里，飞行高度在50到6000米之间。要完成对几百公里外目标的突袭，至少要在空中飞上个40来分钟。这种无人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比较大，算不上是低小慢目标。那么，俄罗斯到底有没有预警机在乌克兰东部方向进行预警呢？如果说战争时期没有预警机在该地区值班，实在是难以让人理解。若真如此，说明俄军预警机的技术水平和保障能力太低了。其次，俄罗斯防空系统缺少对重要机场的多层次防护。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俄军拦截图141无人机时，该机已经到了机场上空，死的也是地面的俄军人员。如果第一次遇到无人机袭击，防空导弹部队由于需要判断天上飞的是己方飞机还是敌方的目标，因此延迟了拦截的时间，还情有可原。而第二次依然没有将图141拦在机场之外，则很难说得通了。显然，俄军在机场周边配备的防空系统太弱，或者是中远程防空系统没有对这次袭击做出及时的反应。俄军的机场防卫工作存在严重问题是肯定的。最后一种可能，也是最严峻的情况，那就是俄罗斯军队的纪律性和战备观念太差。从莫斯科号巡洋舰的被袭，到克里米亚机场被炸，再到俄罗斯腹地的战略轰炸机基地2次遇袭，这一切都证明俄军缺少严格的作战纪律，粗心大意，轻敌观念非常严重，一线作战部队缺少主观能动性。在俄乌冲突进行了10个月之后，明知道乌军拥有袭击俄纵深1000公里目标的能力，对重点机场目标的防护仍如此松懈。就俄罗斯这样的防空强国而言，是很难用缺乏技术实力解释得通的。俄军此次遇袭其实对我们也有警示意义，那就是在战时如何加强对纵深机场进行保护的问题。面对敌方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提早预警最关键，然后才是组织多层次的防御问题。同时还要考虑机场飞机如何摆放、如何建设强化的机堡等问题。另外，以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作战半径而言，当前真的还有必要将其部署在距离俄乌边境500公里左右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吗？这种不根据战场形势及时做出调整的做法，也让人很难理解。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